只要故事发生在地球，我们就会立刻开始替人类辩解。我们会说，但我们也是为了生存啊，科技发展有一定的代价，人类没有选择啊。Do you still live? What if every human being on Earth could live here without a mask? Then the Na'vi people will be gone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影好选择，我是立哲。这支影片不是影评，这一集我想做一件更深的事，那就是和你一起从哲学、宗教感知、文明层级的角度重新理解《阿凡达》这个宇宙。因为我越看越确定一件事，那就是《阿凡达》其实不是在拍外星人，而是在用一整个宇宙替我们这个时代写一则预言。《阿凡达》为什么一定要拍成外星人呢？先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开始，为什么导演 James Cameron 不把这个故事拍成未来地球，而是选择拍成外星人的故事？我的答案其实很残酷，因为他要你在心理安全的状态下讨厌人类。但这里的讨厌其实不是仇恨，而是一种暂时解除防卫。只要故事发生在地球，我们就会立刻开始替人类辩解。我们会说，但我们也是为了生存啊，科技发展有一定的代价，人类没有选择啊。这些话没有错，但他们会让真正该被讨论的问题被掩盖。所以 Cameron 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残酷的做法，他把人类的行为放进一个我们没有任何情感投射的场域。潘朵拉不是我们的家，纳美人更不是我们的族群。于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毫不心虚地说，这样做是错的。这其实是一场伦理实验。卡麦隆不是反人类，他反的是人类在不自觉当中把自己放在文明制高点的傲慢。当你不再站在我是人类，所以我有理由的立场，你会第一次清楚看见，原来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选择，在他者眼中都是赤裸裸的暴力。纳美人不是原住民，而是失落文明的投射。很多人会说纳美人很像某种原住民，但我更想说，纳美人不是任何一个真实族群，而是人类对自己曾经可能成为什么的想象。他们没有货币，没有产权，没有疆界，他们的价值不是拥有，而是 bonding 连结。这不是历史复刻，而是一种文明遗憾。我们在看纳美人，其实是在问，如果人类没有选择工业化、殖民、掠夺这条路，文明会不会长成别的样子呢？为什么 Ava 神树伊娃是女性，而且她长得其实不像任何你熟悉的西方神奇？这一题是我自己非常着迷的。Ava 潘朵拉的灵性核心，生命网络的源头，她为什么是女性呢？而且你如果仔细看，她的脸圆润饱满，相当安定。她并不是俯视你，也不是审判你，她只是静静的存在。我个人是佛教徒，我必须诚实的说， Ava 给我的感觉非常接近佛教里不可被完全看见的觉性。在这一集火与镜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背对着我们慢慢转身，而我们永远只看到她侧脸的一小部分，一个眼神，一点轮廓，一点鼻梁。这种呈现的方式非常不像西方宗教，反而像佛教。在佛教里，真正的佛不是形象，而是一种状态。你之所以看不到全貌，不是因为它神秘，而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用看的方式来理解它。而 Ava 为什么必须是女性呢？因为几乎在所有的文明原型里，大地都自然的被理解为母亲，不是因为她温柔，而是因为她孕育、承载、回收、再生。Ava 不是统治者，她是关系的母体，她不命令你，她记得你。这样的设计也刻意避开了西方宗教中父权式、审判式的神。Ava 不审判，他只连结。那为什么西方观众也能接受这套灵性呢？因为阿凡达非常聪明的不点名任何现实宗教。Ava 不是佛，不是上帝，不是造物主，它是一个可以被感知、被验证、被连结的存在。西方观众可以用生态系统、集体意识来理解它，而东方观众则自然会联想到轮回、因果、共生。这不是宗教宣传，而是一种跨文明的灵性翻译。为什么阿凡达一定要是混血肉身呢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Cameron 其实完全可以拍纯纳美人的英雄，但他没有。他选择了一个介于人类跟纳美人之间的存在。阿凡达的肉身本身就是一个隐喻，你不可能用纯人类的视角去理解另一种文明。真正的理解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你必须进入对方的身体，用对方的感知系统活过。这也是为什么一旦角色真正完成转换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不是技术限制，而是哲学的选择。Cameron 真正想问的是，如果你真的看过另一条文明道路，你还能心安理得的回到原本的位置吗？为什么阿凡达一定要拍到5集？这里我想同时从哲学也从现实产业面来谈一下。从故事来说，这不是一个事件型电影，而是一个文明转向的长篇叙事。文明不会在一集完成改变，
它一定要经过接触、冲突、融合、背叛、重选。但从现实来说，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事，那就是现在的电影产业真正能撑起来的是宇宙型的 IP。阿凡达这种花了10几年打造、投入极高成本的世界观，如果只拍1、2集，在产业逻辑上根本不合理。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，在看电影的时候速度觉得这很像是一部超高规格的影集，过场直接变黑，章节感非常明确。这不是偶然，因为阿凡达的叙事本质更像是一部横跨世代的文明记录。5集不是票房数字，而是一个世界从确立、动摇、崩解到重组的完整弧线。阿凡达真正想问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，这整个宇宙绕来绕去，其实只有在问一个问题：人类有没有能力选择不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自己？不是科技能不能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。所以阿凡达不是在讲外星人，他在讲的是，当我们终于看见另一条文明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自己曾经走错过？他不是在告诉观众答案是什么，而是在示范如何用一部电影重新校准我们对文明、信仰、科技与人类的直觉。这也是为什么《阿凡达》会让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各自读到自己的理解，因为它不是要你信什么，而是要你重新感知你身处的世界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把电影当成哲学、当成灵性、当成文明预言的解析，记得要订阅电影好选择，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愿意跟你一起思考未来的人。我是丽哲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can do, then you must do it.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